影进我口，档次全都有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星，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个父亲带儿子玩真枪，只为帮儿子戒网瘾的故事。电影名字叫做《冰雪之行》。男主大卫是个过度沉迷吃鸡射击游戏的网瘾少年，整天没别的心思，就爱抱着手机一通玩。他的母亲对此无可奈何，只好把他送到离异丈夫那里进行管教。大卫的父亲是一个猎人，时常在雪山上狩猎。得知儿子要过来，他便早早的来接儿子。可此时的儿子正沉浸在炮火连天的游戏世界里，压根儿就没听到父亲的呼喊。直到最后，父亲使劲的拍打窗户，才将儿子从游戏世界中拉出来。父亲见儿子的游戏瘾太大，于是便想了一个主意。他带着大卫来到一个宽阔的雪地上热身，准备第二天一起去猎驼鹿。父亲对儿子说：“你不是最喜欢枪击游戏吗？与其玩假的，不如来打真枪。”随后他随手打下了一只飞鸟，可是看得出来，一旁的大卫对狩猎没有太大的兴趣。第二天，父亲早早的就驾着车带着大卫一起去了深山。由于深山中没有信号，大卫玩不了手机游戏，所以一路上大卫都是沉默寡言、闷闷不乐的。正在开车的父亲看得出来儿子不高兴，所以提出要不就掉头回家吧。大卫也看得出父亲脸上的失落，因此孝顺的他还是坚持与父亲一起去狩猎。一路上，父亲为了给大卫解闷儿，他跟大卫说起了自己第一次狩猎的故事。父亲在第一次狩猎时出了很大的洋相，他当时不仅没有收到猎物，而且还掉进了沼泽地里。故事说着说着便引起了大卫的兴趣，大卫也随之忘记了不能玩游戏的苦楚。当父子俩来到小河边的时候，他们看到了父亲这几天一直在跟踪的那只驼鹿，只可惜那只驼鹿已经被别人提前杀死了。对此父亲感到很难过，毕竟自己跟了那么久。看着父亲不高兴，大卫便吊在树上装成树懒的样子逗父亲开心，果真最暖不过亲情。父亲笑了。然而也就在这时，他们看见了另外一头驼鹿，这简直是意外惊喜啊！父亲让大卫试着开枪瞄准，结果大卫没有打中。父亲见状赶紧打响第二枪，意料之中的他们成功猎到了驼鹿。两人走上前去想要割下鹿肉，却发现驼鹿的尸体周边竟然有熊出没。父亲看着脚印和现场猜测，这大概是两头大熊打斗所留下的痕迹。走近后，他们发现还有一只小熊正躺在地上一动不动。要知道，在雪山里遇见熊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，因为这些熊会攻击人类。为此，父子俩蹑手蹑脚地割着鹿肉。然而也就在这时，那只小熊突然醒来，张口就咬住了大卫的右手。大卫疼得嗷嗷大叫。父亲见状赶紧跑过来帮忙，并让大卫赶紧爬到树上，因为他知道小熊在这儿，大熊没多久后必定也会过来。父亲想要将枪递给大卫，可是大卫的手因为被熊咬伤，压根儿就拿不了枪。递枪的过程中，那把枪不小心走了火，直接打中了父亲的腿。恰巧这时大熊现身了，不过幸运的是，大熊是来接熊宝宝的，压根儿就顾及不上他们父子俩。父亲给大卫的手包上绷带后，本想让大卫去找人来帮忙，可是大卫既不认识路，也不会开车，所以两人只能互相帮衬着徒步行走。渐渐的，腿伤严重的父亲压根儿就走不了路了。这时大卫提出他要背父亲前行。一路上，大卫小小的身体背着父亲颤颤巍巍的走着。原先父亲还能给大卫指路，但后来由于失血过多，父亲多次昏迷，所以大卫只能靠自己了。他按照父亲曾经教给他的方法，走5步听一下水声，因为有水的地方必定会有人家。父子俩一路上走走停停，饿了就吃临时狩猎到的动物。大卫这一路背着父亲，他能感受到父亲的体温越来越低，越来越低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大卫终于找到了一户人家，那户好心的人家收留了他们，给他们治疗，而大卫也因为疲劳过度而昏倒了。等到大卫再次醒来时，那户人家的主人却告诉他，他的父亲因为失血过多已经去世1周了。大卫听后悲痛万分，他卸载了游戏，发誓从此不再沉迷网络。电影结束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阿星谈电影，下期节目同样精彩，小伙伴们千万不要错过哦。